有一个地方，一起哭，一起笑，一起闯，找到信任加上陪伴。沿途也许会有挫折，有失落，有迷茫。假使无论走多远，心里都能够取暖。 你怎么可以拿鸡蛋丢人啊？都跟你说不关我的事啊！我的照片是被盗用的。我不管，快把我钱还给我！还钱啊！还钱！先生，你刚才的行为可以被视为骚扰，我们是可以告你的。好啊，你可以告我，我也可以报警啊！报啊！我怕你啊！妈，你没事吧？真的是越想越气，他们真的太过分了。那个骗子都不知道已经骗了几个人呐！如果大家都来闹事，那还得了？宝贝啊，虽然我们已经报警处理，不过这几天呢，你还是少出门比较好，知道吗？我看你啊，最好是躲在家里几天，不要出门呢。我都没有做错事，干嘛要躲啊？问题是你反应那么慢，人家丢你鸡蛋也不会闪，还要你妈来帮你挡啊！妈，其实你不用帮我挡鸡蛋的，我来得及闪开的。自然反应嘛。那如果人家开枪呢？你也帮我挡啊？挡，一定挡。谢谢你啊，妈。哎，啊，你只谢谢你妈吼，那你妈咪呢？啊，你妈咪吼，不要乱说话。真的是莫名其妙，无端端吼搞上这么多麻烦。要怪就怪我们的忠义，长得阳光帅气，人见人爱，连骗子都爱啊，才会被人盗用身份。长得帅又不关我的事，要怪就怪我妈给我太优良的基因啊。哎呦，没事吧你啊？哎呀，你真是的，要真的受伤了吼还不承认呐？我又不是痛到不能动，干嘛要让宝贝担心呢？啊，这腰受伤吼可大可小啦。我以前在台湾有个朋友吼，也是腰受伤了不理他啊，结果到最后吼还要动手术，差一点吼半身不遂啦。你在诅咒我啊？我看你吼伤的不是腰啦，是心啦。胡说八道！我知道吼你很疼赖忠义啦，就算是原子弹啦，你都会帮他去挡啦，更何况是鸡蛋啦。只不过吼被那个女人吼抢先一步了啦。只要宝贝没有受伤，我没关系的。哇，怎么样啊？是不是还很痛啊？来啦，我帮你推拿一下。不要不要，我怕你推拿之后更严重。哦，你不要小看我哦，我在台湾哦可是有推拿之王之称的啦，试试看。怎么样啊？有没有舒服一点啊？好，我在台湾哦，这一个推拿之王之称哦，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啦。是啦是啦，你最厉害啦。那当然哦，哪像你啊那么笨？你说我笨啊？不是吗？受伤了吼，也不敢让忠义知道了。啊，那个女人吼，只是帮他挡鸡蛋啊，他就说他很伟大了。啊，如果让忠义知道吼，你为了他伤到了腰，我看他吼会感动到流眼泪了。这里啊。谢谢你啊。没事没事。哎，是，这里，这里。没啊，你的腰受伤了。哦，是啊，可能刚才跟忠义挡的时候不小心扭到的。哎，痛，够了，行了，谢谢。哦，懂得一些推拿，我来帮你看看呐。哎，不用。哦，要的，不要客气。好多了。妈，这几天啊，你不要搬重的东西，也不要到处乱跑。你的三餐我帮你打包 ，OK？ 哦。还有这个你拿回去，1天吃2次，1次吃2粒，
它可以保护你的关节灵活，以后你的腰就不会那么容易闪到了。以后不要浪费钱买东西给我了。这个不是我买的，是妈咪的。啊，那我更加不能收啦。你现在比较需要，妈咪都没有受伤。妈咪 ，you don't mind right？ 啊，是啊，那你收下吧。那谢谢你了。对了，你的腰受伤了，面包店是不是要延迟开张啊？不用，开张即日已经定了，不可以随便乱改的。记得吃啊。嗯，怎么吃？我看那个女人哦，摆明就是想骗你儿子了。啊，你就这样哦，让你的儿子傻傻给他骗啊？算了吧。Andy， 什么事啊？关于 Mr. Ang 的情况，我想要跟你谈谈。怎么了？出了状况？我尝试帮他们开银行户口，不过因为他们递交的财务报表全部都有问题，几家银行都拒绝了。如果按照正常的管道，银行是不可能会破例的，所以我想要听听你的意见。那你有试过不正常的管道吗？可是那是犯法的啊。帮外国人买房子走法律漏洞，有很多 agent 都做过，只要你小心处理，就不会有事了。再说 Mr. Ang 给你的酬劳也不少，换成是我，有可能会接受。不好意思，我这次没办法给你建议，你自己衡量一下吧，就看你觉得值不值得。Andy， 哎 ，James， 你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咫尺一下的少东，好人品，刚刚加入88后，这位是 James。你好，你好。没想到 Miss Bay 的儿子竟然会在你旗下工作，他怎么不选择他妈妈的公司呢？有可能咫尺一家的规模不能让他大展拳脚。现在年轻人很有野心的。这么说，连他都不看好咫尺一家，唉，也难怪。我那天看他的情况真的不太好，虽然他很努力撑着，可是很明显看得出他连站着都有困难。他到底得了什么病？肌肉萎缩症。Miss Bay 说他会找个接班人，万一没有能力执行计划，接班人就会来完成，不会耽误计划的发展。那谁来接班呢？不清楚。你认为会是他的儿子吗？这不太可能。他们母子俩闹得很僵，所以才会过来我这里。再说他的儿子才踏入这行1、2年，经验不足，如果由他来接班，也难成大事。James， 不是说等我给你应对方案，你才决定要不要撤资的吗？对不起，我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我也需要跟我的股东交代。不好意思。我已经解释过了，我的病情是不会影响到发展项目的，而且我已经找到了项目的接班人。是谁？我的儿子郝仁品，他会接手这个项目。一开始，我是因为相信你个人的能力才加入这个项目，可是你儿子这么年轻，经验又不足，你觉得他能够胜任吗？换成是你，你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喂 ，Gary， 你要撤资？为什么要撤资？我今次下来向你解释好不好？其实我的情况没有你想象中这么严重的。啊，那好吧，有机会我们再合作。再见。怎么了？Gary要撤资啊？这已经是第2个要撤资了。我的病在业界已经传开，投资商一个一个要撤资，要拿出500万给你爸。现在投资商一个个要撤资，资金方面又回到了原点。妈，你别担心，我一定还可以想出办法的。有办法又怎么样？我没有时间啊。我只想完成我的梦想，为什么就是这么难？
个黑黑的是什么来的？是给人喝的吗？你真是不识货哦！我跟你讲了，这是我请一名中药店的老医师帮我抓的中药配方了，可以活络气血，专治跌倒扭伤了。那个颜色那么恐怖，一定很难喝的喽。这可是好东西哦，他的腰受伤了，再难喝也得喝。哇，你们什么时候感情变那么好啊？我这个人是很好相处的啦。怕难喝我可以下点冰糖了。哎，这附近有没有杂货店啊？对面的杂货店有卖。哦，好，哎，那你帮我看一下火，再多15分钟转小火再煮5分钟，我下去一下，很快回来啊。啊，可以不要吗？哈什么哈啦？他是因为你腰才受伤的啦，叫你做一点事情就在那里哈哈哈。你干嘛不问自己喝我煮的汤药啦？你说什么啊？这是中医拿给我喝的啊！是你说煮给我妈喝的？你搞错了啦！没有搞错啊，腰受伤的是我妈。你这个番薯真的快被你气死了啊！你知不知道你拿那个？事情是这样的，这药是我叫他煮的，可是没有说清楚，所以他以为是我喝的。不好意思啊，早知道我等你回来我再喝，就不会搞出这么多事了。那这个也给你啊。如果你的药太苦的话呢，你就喝点凉茶中和一下。谢谢。你说这个女人是不是笨死的啦？明明受伤了不敢承认，还要逞强结果那个汤药也白白便宜了那个女人呐。我的药已经好了7、7、8、8了，只是一碗汤药而已。你到底要气多久？是气那个女人的人品有问题了明明没有受伤还在那边扮可怜那个汤药那么苦她还抢着来喝了。你们还笑得出来我在怀疑你这个堂姐的脑袋是不是也是空的啦？明明知道那个女人好像非子珍宠一样，硬要中医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她的身上你看她还可以那么冷静。我跟你说如果有一天中医不要你了我是不会同情你了他好不容易和宝贝相认，想得到多一点关注是正常的。早知道就在他汤里面下点泻药给他吃了。我现在有点搞糊涂了，到底是谁受委屈啊？怎么你好像比当事人还要激动啊？我是替他打抱不平啊！他牺牲了很多什么事情都为他们付出了结果呢，他们2个好像理所当然一样，一点也不懂得感恩怎么可能会这样啊？所以你就觉得很心痛。什么痛？心痛。是肚子痛了借一下厕所啊。想到哪里去了？你还有闲情来八卦我的事啊？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听宝贝说有几个投资商陆续要撤资，是真的吗？我这里有一些存款，我还可以把我名下的几间公寓套现，让你拿去周转。不用啦，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解决的。倒是你们2个是不是真的谈恋爱啦？丽敏，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了。能不能让我先说？任平说有几个投资商撤资了，是不是真的？没错。那500万你不会帮我，我会自己想办法。不是已经说好了吗？我没准备改变计划。如果投资商没有撤资，我或许还可以勉强接受你的建议。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啦，我不能阻碍你实现梦想啊。那你告诉我，你去哪里找500万？这个你不必管，总之我会想办法解决就对了。郝建，这笔钱你解决不了的，支票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拿去，把钱给还了，你不怕被告吗？大不了宣布破产。
你不是说阿敏会帮你了吗？他为什么要突然改变主意了？他没改变主意，是我不想拿他的钱。嘿，你脑子有问题呀！有钱都不拿。妈，他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不能这么自私。如果不能完成梦想，他会带着遗憾离开的。哎呀，阿美不可以。那雨柔，你呢？你不是说过可以帮我们的吗？我没问题。妈，你们不要打雨柔的主意啦。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会先去跟于太太求情，看能不能让我分期付款。如果他不接受，就让他搞到公司破产哦。破产？绝对不可以破产！如果公司破产，我就不认这个败家子。哎，爸！哎呦，你是不是要把你老爸气死啊？哼！我还是第一次看他那么生气。唉，好运装修是他一辈子的心血，如果真的倒闭了，他肯定不会原谅我的。唉，我到底该怎么办？丽明打算帮你的事，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对不起啊，最近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一时忘了跟你说。你生气啦？好了，我答应你，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第一时间告诉你，好不好？我不是生气，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你愿意接受丽敏的帮助，却不接受我的帮忙？看来，丽敏在你心中的分量比较重。不是，不能这么说的。你已经出了那么多钱资助我们开cafe的事，而且你现在手头上也没有500万现金啊。我总不能要你卖掉房子来帮我吧？我这辈子都会亏欠你的。我明白。总之，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就让我自己想办法吧。其实你不需要上来找我的，我可以去找你们的。你不欢迎我们来你家吗？不是，是因为我地方太小，有点不方便。不如我们去cafe谈吧，附近而已。我说几句话而已，跑来跑去浪费时间。静静，我有客人，你先回房间。哦。别紧张，我只是来问你，事情办得怎么样？你们的资料不足，所以我跑了几家银行，他们全部都拒绝了。不过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时间我会给你，不过别让我等太久。就给我多1个星期，我一定会把事情办妥的。我等你的好消息。不送了 ，Mr. 你没事吧？嗯。他们是谁啊？我的客户。他们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好惹的人。没这回事啦 ，Mr. 可是个大老板，生意遍布东南亚。这次来新加坡是来投资房地产的。哦，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怕他们？有吗？没有啊。如果你不清楚他们是怎样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冒险和他们合作了。你放心，我有分寸的。阮品，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钱？
这我的客户暂时寄放我这里。买卖房子都不能用现金，他为什么会把那么多现金交给你啊？是不是昨天那2个人啊？我就觉得他们有点奇怪，这些钱是不是来路不明？你帮他们做犯法的事吗？快把钱还给他们！对，静，你听我说，我爸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一笔钱，我妈也需要资金发展公寓，我真的没办法。我知道你很想帮他们，可是不能做犯法的事的。只要我小心，不会有事的。大 boss 和小 boss 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你这样做的。千万不要跟他们说。那如果你出事，我怎么办啊？我不叫你为了钱铤而走险，你忘了大 boss 每次跟你说做人要有底线吗？我知道。无论如何，你先不要跟他们说。可是……好了，知道了，我有分寸了，你先出去吧。